外界注意到，就在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表示不愿意参与美国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围堵的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在欧洲议会辩论中坚称，欧盟不会效仿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严厉措施。博雷利表示，与中方的沟通渠道必须保持畅通，尽管我们和中国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对民主和人权的看法不同，追求不同的治理模式，对多边主义有不同愿景，但这些差异不应该也不会阻止我们相互接触。他在讲话最后提及，半导体是21世纪经济竞争中最基础的科技问题，并表示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友，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对华立场或做法不会与美国相同。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指，这显示出博雷利与美国的对华芯片限令保持了距离。博雷利还敦促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在思考中欧关系时，应考虑到生活的现实以及这一现实的复杂性，考虑到欧洲议会也需要对此做出贡献。他引用数据指，欧洲每10个太阳能电池板中就有8个是在中国生产。我们不能以为自己可以在抛开中国的同时创造未来。对于部分议员抨击了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一事，博雷利反驳称无法理解这些担忧。作为一个向中国出口3%或更多产品的国家，德国总理出访中国不是很正常吗？他问道。默克尔去了多少次中国？事实上，在11月进行了一连串繁忙亚洲之行的德国总理舒尔茨，21号在出席一个经济论坛时就表示，世界正在日益多极化并发生根本性的结构重组。欧洲和北美国家能够享受稳定的增长、低通胀和高就业率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舒尔茨称，德国经济必须不惧怕这些变化，并强调去全球化是一条危险的错误道路，鼓励德国企业在公平的规则下与世界上有发展前途的地区进行更多贸易。无论是就客观的经济结构，还是主观的政策，中国其实都是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和出口市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目前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干扰，但是中欧、中德之间总体的这样一种贸易投资关系，它的基本格局还会继续持续下去。未来不仅不会退缩，反而会进一步前进。只要双方的主观政策能够提供非常合适的政策环境，未来中德、中欧之间的贸易投资关系一定会进一步深化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表示，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应专注提升自己，而不是攻击对手。If we change our focus from building ourselves up to tearing China down,I think we will be making a very risky and very unfortunate choice.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日前在接受欧洲管理科学研究所专访时，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美国的治国方略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美国应该主导整个世界的基本运营，以此彰显美国是个超级大国，是这个世界的灵魂。When I say the U.S., what I mean is a small elite.That is in the senior security positions of the state. They resent China. You know, how can that country be so large and technologically advancing? That's a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well-being. It's a very arrogant position. There happen to be 1.4 billion Chinese. We should wish them well.We should wish them prosperity. We should wish them the ability to live a good life.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最近，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欧洲和北美国家能够享受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您有何观察？舒尔茨在亚洲转了一圈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欧洲和北美国家的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背后的动力就在于世界正在日益的多极化，并且发生了结构性的重组。其实这样的判断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从政治家口中说出来还是有不一样的分量和影响。尤其是承认欧洲和北美失去了在世界上的唯一地位。我个人认为，舒尔茨的说法一方面代表了欧洲，尤其是德国的一种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德国和欧洲需要面对更加多极化的世界，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重新建立自己的优势。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坚持全球化和多极化的方向。对于德国来说，全球化和区域化是德国崛起的重要的力量。
依靠全球化的市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德国确立了自己在欧洲以及世界上的地位。因此呢，舒尔茨认为去全球化是德国不能接受的。他进一步说，去全球化、禁按外包这样的说法呢，本质上呢还是保护主义。其实这2年，欧洲人也发现，拜登政府虽然口头上要加强大西洋共同体内部的团结，回到多边主义上来，其实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是走得越来越远。比如说通胀削减法案，其实呢就是产业保护主义。另外呢，还施压盟国，迫使这些国家加入到美国主导的产业小圈子里面，包括所谓的有案外包，本质上呢还是保护主义的套路。德国和欧盟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就要战略自主，在多极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重新布局，尤其是加强与亚洲的合作。因此，舒尔茨总理在最近一段时间访问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亚洲国家，显然呢，这也是一种未雨绸缪的做法。另外呢，舒尔茨所表述的欧美的美好时光的结束，也是当下世界发生的客观的现实和未来的趋势。欧美享受的美好时光是稳定的经济增长、低通胀和充分就业。其实呢，还有一条就是高福利。这种美好的时光其实是欧美处于全球经济金字塔顶尖的超额的红利。欧洲和美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全球范围内呢出现了中心与边缘的分野。但是呢，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尤其是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组，亚洲等国家进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全球扩散，生产、贸易、金融的格局呢也发生了地壳运动一样的变迁。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边界呢也越来越模糊，甚至出现了结构性的重组。欧洲和美国在经济增长、就业、福利等方面的优势呢也在缩小。事实上呢，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就已经发生了。在这种变化之下，德国的选择无疑是顺势而为，融入到亚洲发展的潮流之中，分享亚洲发展的红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加强了与东盟、印度等国的合作，这也会加速亚洲地区格局的变化。对此呢，我们要有充分的关注。据媒体报道说，荷兰外贸大臣日前2次明确表态，将在阿斯麦向中国出售芯片设备的问题上做出自己的决定。您有何观察呢？荷兰外贸大臣施莱尼马赫的表态，至少表明了荷兰在半导体设备领域要按照本国的利益和规则做出决定，而不是对美国出台的一系列保护主义的做法亦步亦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呢，近期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官员访问荷兰，其实呢就是游说和施压荷兰，将荷兰束缚在美国打造的半导体产业的小圈子里面。美国政府之前出台了所谓的芯片法案，并不是为了促进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而是要拼凑起一个美国主导的排他性的产业链的联盟。进一步说呢，这是一个主要针对中国的产业技术阵营。当下大国的竞争呢，越来越体现在产业和技术的竞争。我们或许可以将半导体产业视为战略科技产业。战略科技产业处于全球产业体系的金字塔的顶端，占据金字塔顶端就可以获得垄断性的地位，进而呢可以操控全球产业的发展。拜登政府以小院高墙重组产业和技术联盟，试图呢为美国的霸权地位去挖一条护城河。但是呢，半导体产业已经全球化了，脱钩断链的想法很难去落实。同时呢，也无异于伤筋动骨，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都是受害者。众所周知，荷兰的阿斯麦是全球顶尖的光刻机的生产商，如果没有荷兰的参与呢，美国主导的阵营也很难组建起来。光刻机这样的技术和设备的确是具有双重属性，一个呢是战略属性，另外一个就是商业属性。所谓的战略属性呢，就是它关系到国家安全，或者说构成了国际安全的一个基础。事实上呢，荷兰也没有将最先进的光刻机出口给中国。在高科技出口领域，安全和战略的考量是一直存在的。中芯国际在几年前呢，就订购了一台极紫外线光刻机，本来是要在2019年交付，但是呢，一直没有获得出口许可证。阿斯麦出口到中国的是上一代的产品，其战略属性呢已经是大大的下降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商业属性，光刻机是一种商品，是半导体产业的重要的一环。问题就在于美国现在出于对中国半导体产业进行打压和围堵的需要，
已经不顾光刻机的商业属性了，这是让荷兰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半导体产业已经深度的全球化了，美国也是半导体产业体系的一员，但是美国要求自己的军事盟国加入到产业技术的小圈子里面，其实呢是一种绑架的行为。包括荷兰、日本、韩国等半导体产业强国被生拉硬拽的加入到美国拼凑的小圈子，其实是在砸这些国家的一些企业的饭碗其实就是一种恶霸的行为。当然了，战略科技产业的商业属性也意味着美国的做法也必然会引起盟国的不满。荷兰的表态呢，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